有点不知道自己在走去哪里的路上，吸口出去，但是这里是哪里呀？不小心走到其他地铁线的改闸口，这里有上去的地方，先上去。先走出来了。大概往这个方向走。这边好像是叫Gangsta Street， 神户牛嘿嘿。喜欢牡蛎，什么叫 Oyster House？ 哇，好棒哦！哦，它是把生蚝当鸡尾酒在做还有泰国料理耶，这里有一间大国哎，来去买东西。常用的口罩，但是这边好像没有比较便宜耶，但是款式很多。很便宜耶，不知道好不好用，买一个试试看。因为常碰就买3人大小，最便宜148，40个。买一个托盘放厨房。要买一双筷子，考虑了好久。这个好，花花的，都是100元。买一个这个放厨房的毛巾。然后这个硅藻土的放那个刷碗的菜瓜布。我想买这个放保特瓶的，但是它只能挂在包包跟手提，不能背在身上。我想再看看有没有别的。买2个这个放保养品跟化妆品。觉得这个画口红好像更好，换一下。买一个微波炉煮意大利面的。这个是那个微波炉可以用，然后冷藏冰箱也可以用。买一个除毛刀，敏感肌用的。它还有别种机，这边蛮便宜的，600多块而已。再买一个敏感肌用的除脸毛的，部位不一样嘛。看起来好好吃哦，生蛋拌饭。めっちゃ日本の方。可愛いし。11点到3点有午餐套餐，我点了这个，然后搭亲子冻跟冷的荞麦面。经典款是黑色酱汁，这边还有温的，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热，就点冷的。然后1200是可以加大，饭可以加大成这样子。后面还有天妇罗，这边天妇罗好像蛮有名的，是招牌。下面是一些特色料理。
今天中心街人很多哎，不愧是假日，超多人。现在要去吃汉堡，不知道还有没有蛋糕。今天人这么多，我好像没有。汉堡不在中心街，要转出去。可以看到那个Lush的时候就要左转。这间百货公司 Happy， 它就在这间的1楼。这个超可爱。超可爱的，哇塞！两只手举起来摸脸颊，哦，好可爱哦！跟 mini 联名的超好看的化妆色，那眼妆看起来超漂亮的。好像还有特别装饰，到时候可以来看看。这是给小朋友办的游戏，参加费要300块。啊，
这里的介绍有帮你规划好行程了，我打算按这个走。它这里有很多活动但是都是要参加费的啦。啊，坐上来嘞！他可能是觉得客人还不够多，他说一组一组的，我自己一个人，他也让我一个人坐一台，超棒的！哇哇！超漂亮，可以看到港边神户市景，还有鸟叫声呢。今天天气超好的，哇！它缆车速度超快的，有点可怕的高度。是不影瀑布哦，日本三大瀑。不过今天水量好像没有很多。到中间站了。到中间站这边会有工作人员问你要不要下车，然后跟你介绍山上现在的活动，像现在是圣诞节，跟还有德国展，现在还有德国餐厅，对，秋天的。要到最高的地方了，哇！现在视野真的是无敌耶！那边就是最高的缆车站。这边1楼可以借雨伞跟阳伞。现在还有在卖酒，蜂蜜酒跟6甲的啤酒。现在有点逆光。超漂亮！前面是神户空港，那边都是填海造陆做出来的。今天天气超好，都看得到，但是远方有一点云雾，所以对面看不太清楚。对面应该是淡路岛。这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小朋友，下面有写ありがとう。赈灾啊，这个是跟赈灾有关系的。现在德国季，所以有酒桶跟德国餐厅，可以坐在这里，站在这里边看景边喝酒吃东西。这边是玫瑰花园，有大约60种的品种。不过现在好像不是玫瑰的季节，不是很多哇，有蜜蜂，吓我一跳。这边是它是用香味来分，这一区是以水果的香味为主的区域。现在进来的是香氛资料馆。在描写欧洲少女制作香包的画面。这边是说香料已经有3000年了，然后在原始社会是确保食物预防生病，然后有神助啊，跟神对话。像台湾我们也有拜拜用香嘛，就是这一种意思。这边都是原始社会为主的香料，这其实在台湾大部分都看得到，中药行之类的都有了。而且它这边还有提供瓶子，它里面都是有放香让你闻。这一区是介绍怎么样取精油的水蒸气的蒸馏法的，以前的做法，一些机器跟设备的介绍，
还有香水的历史啊，18世纪路易16的王妃很喜欢香水，19世纪就化学发达，香水就更多，然后出现了调香师，就到现在演变成这样。是介绍说香水是什么制造的，是南法开始有名的炼金术师什么的，王公贵族什么的。还可以根据香来判断性格。都是闻4种香，然后你最喜欢的大概你就是那个性格。我来测测看我是什么性格。我比较喜欢 A 跟 F， 那我先选 A， 然后它下面是说你再选一个你最不喜欢的香。我最不喜欢的是 R， 它是玫瑰香味吧。然后它是说这边是他在卖的商品，可以在这里先试闻一下。这里还有2大桌的精油可以闻。还是 Halloween， 所以它有南瓜的布景，很可爱，超可爱的，很像童话故事里女巫的住所真的有女巫帽哇！上来香料馆2楼也有一个展望台，这边是看大阪方向。这灯好可爱，现在是白天还点着室内用是不一样的灯，但一样可爱。这是刚才的广场，这里还有在卖香草植物，不过如果要坐飞机的话是带不走的啦。这边有卖东西的地方，看一下金木犀的商品，一堆维尼的商品。放植物的盒子，好可爱，小小的。放在玻璃瓶里面的花，还有这一种香味放松枕，它就是放到微波炉1分钟到1分半就可以，然后可以重复使用。也有眼罩，这边也有卖香料茶，还有就是生日花包。这边有介绍各种香味的功能，还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选择想要的茶，还可以试喝，大家记住1个人1杯而已。这里有香膏，然后上面的香水是回购率第1的。现在要走下去香水博物馆跟家庭菜园，然后再往下走，我等一下去吃冰淇淋。这边都是斜坡，你就坐到缆车坐到最上面，然后就可以顺顺的往下走，最后再从中间的缆车站下去。现在有香水博物馆的 Guide Tour， 但是1天只有2次。现在这边就是香草的博物馆，然后它有分几个区域，大概是用使用范围来分的。第一个是料理区，
这边就是沙拉，这些都是沙拉的植物，很神奇。但是我不吃沙拉，所以我也认不出来。然后 cooking 煮饭用的。虾夷葱，这个我认识哎。这个我好像知道 ，rosemary。薄荷，还有绿薄荷。薄荷跟绿薄荷有什么差呀？这一区是好吃的香草，这边有巴西里。这一区好像是跟健康有关的，到底也有一个展望台。然后这里有可以休息的地方。这一区是家庭菜园，虽然我看不出来，那是菊花吧？为什么是家庭菜园呢？哎，这里好像有番茄，它不是番茄，它是南瓜啦。上面有好多蚂蚁，超小一个南瓜，好可爱哦。这个好像是小朋友的那个300块的活动设置的关卡，很可爱。超大玻璃屋，里面好像是温室，叫什么扫帚草吗？秋天好像会变成粉红色跟红色的吧。这里有2层楼，然后我要去里面的那个 The Veranda Cafe 啊，这边还有竹汤哎。咖啡，哇，超棒的视野耶！哇塞，啊，这里有竹汤，可以带毛巾或手帕。餐台在这里。ちょっとうちです。